大屏上的 GMV 数字冲上 1.03亿，一炮炸响，直播间后台瞬间沸腾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台前的陆然身上，只有我还站在总控台后，一边盯库存，一边盯售后，一边压着客服耳机里不断爆出来的突发问题。3年前，陆然还是个快退网的小主播，账号废了，违约金赔不起，连房租都交不上，是我把他从出租屋里捞出来，给他人设，给他货盘，给他投流，给他团队，一步一步把他捧成了承认最亮的那张脸。陆然，今晚破亿，最想感谢谁？先谢谢粉丝，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再谢谢品牌方、平台和投资人，还有曼曼和内容组，最近真的辛苦了。今天是陆然自己能扛，状态也拉满了。镜头扫过苏曼，扫过运营组，扫过香槟塔，唯独没有扫到我。苏眠站在我旁边，眉头已经皱了起来，我却只是抬手把一条即将断货的链接从主推位切下来。那顾总呢？顾总今天也在后台盯了一整晚。顾哥，后台那些老一套的人也算辛苦吧。哎，这么值得纪念的场合，我们不说这些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就是啊，顾总为公司做了这么多。顾总，他这话过了。先把售后做完。陆然拿着酒杯，带着苏曼直接进了我的办公室。顾哥，诚然现在做到这个体量，你也看见了，是不是我们之前说好的分成比例要变一变了？以后我拿5成净利润，顾哥你想清楚，现在诚然没了我，立马就倒，5成我已经够意思。你现在拿3成，这个比例在行业里已经很高了，你也清楚。投流外加售后保障、人情往来，公司拿的甚至2成都不止。别人值不值3成我不管，我值。顾总，现在行业看的是主播个人 IP， 不是后台资历。诚饶最值钱的就是陆然，最值钱的是诚然的盘，不是谁站在镜头前面喊的响。顾哥，你别老拿以前说事，没有我，谁还看诚然？我靠后一背，盯着他看了几秒。说实话，我原本以为他只是飘了，现在看来，他是已经真把掌声当成了自己的本事。今天刚破亿，你现在跟我谈这个？不是谈，是通知。顾哥，时代变了，你最适合的就是在后台拖着，别总站出来抢。这句话落下来，办公室安静的只剩空调声。我看着眼前这个自己一手带出来的人，第一次觉得陌生。他以为自己是在提价，可在我听来，这不叫提价，这叫忘本。忘了自己怎么起来的，忘了谁替他扛过最难的时候，也忘了那些客户真正认的是谁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最好是真知道。哈哈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带陆然去见徐总。这场饭局是我提前半个月约下来的，从联名方向、让利空间到售后赔付和节点安排，全是我亲手做的方案。做直播的人很多，能把盘子真正做稳的人很少。台前靠嘴，后台靠密。诚然这3年能站住，不是因为陆然会喊宝宝们冲，是因为我知道什么货能碰，什么货碰了会死人。徐总，联名方向其实是我定的，后台那套太老了，不够炸。对，现在直播要的是情绪冲击和转化，真正懂这套的还是陆然。徐总起初还在笑，听到这里，眼神已经淡了几分。我坐在旁边，没抢话，只低头喝茶。那后面的履约和赔返谁来兜？我们团队都能兜。一句我们团队，把我踢出了这张桌子。苏曼在旁边看着我，眼底全是得意。饭局结束后，我去前台结账。徐总借着抽烟的空档，走到我身边。顾总，我今天来不是冲陆然，是冲你。你这徒弟心气有点太高了。年轻难免，年轻不是问题，认不清自己才是问题。他说完拍了拍我的肩，转身上车。我站在停车场，看着他的车尾灯，心里一点点沉下去。第二天，投资人周胜进场，他一坐下，先看的不是我，是陆然。顾总，我承认你会做公司，但诚然现在真正值钱的是陆然这个 IP。以后内容策略、直播方向、对外合作，陆然必须有1票否决权。会议室瞬间安静，周宁皱眉，苏眠的脸色也冷了。我没说话，只转头看向陆然。我觉得周总说的对，毕竟现在大家看的就是我。这一句比周胜说10句都重，资本债谁都正常。可陆然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人，组织架构也要调。
顾总以后更多负责货盘供应链和售后，前台这一块让年轻人来主导。会后，主控室权限被拆分，内容组、媒介组开始往陆然那边倾斜，连原本属于我的总控位也被换成了陆然主控位。顾总，还忍？再等，等来的就是他们把你架空。我站在玻璃外，看着里面被重新调整的设备。陆然站在中央，像在看自己的新王座。主控室门关上的前一秒，我清清楚楚听见陆然说了一句：“以后这地方我说了算。”大厂直播开到中段，主推爆品突然爆出质量问题，弹幕瞬间刷爆，退单疯涨，品牌方电话打爆后台，平台风控也开始飙红。顾总，退单3分钟翻了3倍，风控红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直播间要被限流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这批货没问题吗？先稳直播间，镜头不能断。切掉问题链接，备用盘马上顶上。客服全员改话术，先赔后核。工厂那边电话转我。陆然，你继续播，别停。这一页我几乎没做过，查批次、改赔付、补货盘、压品牌、稳客服，一样都不能错。天快亮的时候，盘子终于被我拽了回来，直播没崩，数据也保住了。可我连一口热水都没顾上喝。台前的人负责风光，后台的人负责不死。可最可笑的是，公司每次活下来，大家记住的永远是那个站在灯下的人，不是那个把天他回去的人。我刚把昨晚的补救流程打开，陆然先发言了。昨晚直播间没崩，是因为我把粉丝情绪稳住了。至于后台，顾哥，你那套老流程确实该改改。危机里最值钱的本来就是主播控场能力，后台补锅本来就是分内工作。昨晚要不是顾总一夜没睡，扛赔付、补货盘、压工厂，你们现在坐都坐不住。周哥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台前创造价值，后台提供服务，这很难理解吗？复盘会结束，采访稿紧跟着放出去，热搜冲上去。陆然深夜独单稳住翻车直播，诚然后台拖后腿，顶流主播力挽狂澜，评论区全在骂我。老顾滚出直播间！没有陆然，诚然早黄了。一个躲后台吃分红的老东西，也配说话？我回到办公区，几个新员工在茶水间当着我的面议论。要不是陆然，诚然这种老土公司早黄了。顾城命真好，什么都不会还能吃分红。我走过去，谁都没收声，不是没看见，是已经不怕了。再往前走，我的办公室已经被搬空，新正在往里面搬样品和灯架，门牌也被换成了4个字：品牌样品间。顾总，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他们不是嫖，他们是在拆你的根。我原本还想再给陆然一点机会，可到了这一刻，我才发现，有些人不是不懂分寸，他只是觉得你永远不会翻脸。我母亲周兰突发疾病，被推进手术室，我手里还拿着手术同意书。苏曼的电话打了进来。顾总，品牌验诊临时提前，陆然今天不想去，你先顶一下。我在医院。电话那头停了2秒，很快换成陆然接。你先顶一下，回来再守不就行了？一句话扎进我心里。我站在手术室门口，沉默了几秒，最后还是把手术单交给护士，转身去了工厂。等我从工厂赶回来，没有人替我手，也没有人问我为什么才来，浑身的疲惫还没散，手机又亮了。陆然朋友圈更新，他和苏曼靠得很近，配文只有一句：和真正懂我的人一起往前冲。我熬了3年，替他斗了3年，可在他嘴里，我成了老一套，成了后台，成了那个拖后腿的人。顾总，明天早上的会要不要我往后推？不用。你母亲那边……手术结束再说。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，灯光从头顶落下来，把影子拉得很长。这时候我忽然明白，我一直不翻脸，不是因为陆然值得，是因为承认这家公司里还有太多我亲手拉起来的东西。陆然，你真行。我很快发现，陆然开始绕开公司，私下接触核心品牌，不是代表诚然谈，而是暗示品牌以后可以和陆然个人深度绑定。这已经不是飘，是拆盘。品牌认的不是你，认的是诚然这套盘和我给出去的兜底。你现在单独许承诺，是在拆公司。顾城，你别总拿自己吓唬，品牌要的是销量，不是你。你真觉得那些客户是冲你来的？不然呢？没有我，谁看诚然？说白了，你不就是个给我打工的后台？这句话落下来，比前面所有打压都更狠，因为前面那些至少还带着层公司利益的皮。这一句是陆然亲口把我踩成了一个工具。后台，对，你会做盘，会供货，会兜售后，那又怎么样？
最后站在镜头前把货卖出去的人是我，粉丝认的是我，品牌看的是我，投资人压的也是我。你真别把自己看太重。我看着他，脑子里却忽然闪过3年前那个在出租屋里抓着我手说：“顾哥，顾哥，只要你拉我一把，我一辈子都记你恩。”顾城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最值钱的时候就是替我托底，可别把自己看太重。顾总，这种白眼狼，你还要留？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陆然离开的方向，眼底最后一点旧情又被磨掉了一层。玻璃墙上映出我的脸，安静的像一块冰，而我的手终于在身侧一点点握成。偷拍视频被剪成老股东躲后台赤分红的节奏视频后，程然彻底变了味，网上骂声不断。公司里的人也开始顺着风向，把我当成了那个占着位置不干活的老东西。要不是陆然、程然这种老土公司早黄了。是啊，顾总那套太旧了，说难听点就是命好，捡了个能挣钱的主播。是啊，人心这东西转得比风还快，你风光的时候，他们夸你是定海神针，你一被踩，他们立刻就能把你说成吃分红的废物。再往前走，邢正正把我办公室最后几个纸箱往外搬，女儿亲手给我叠的平安符被当成垃圾一样。谁让你动这些的？苏总监，哦不，苏曼姐说这间以后要做品牌样品间，旧东西都先清出来。我弯腰把那只沾了灰的平安符捡起来，周宁站在旁边，眼睛都红了。顾总，他们这是要把你最后一点脸都踩干净。不只是踩脸，他们是在把你从诚然创始人做成可有可无的老员。苏曼踩着高跟鞋走来，她看见我捡那只平安符，嘴角扬起一抹笑。顾总，您不会连个样品间都舍不得腾吧？公司现在讲效率，也讲空间价值，有些占地方却不创造流量的东西，确实该清一清了。说完了？还没。下午例会，组织架构重新调整，你最好也到场。苏曼站在投影前，像个真正的管理者一样开始宣读新架构。从今天起，品牌内容组、直播策划组、场控协调组全部并入陆然核心运营中心，仓储、售后、供应链作为后台支持部门，统一归后台管理。后端管理，那顾总呢？顾总资历深，经验足，继续在后端发光发射，不是最好吗？你少来这套！没有顾总把货盘、账期、售后和供应链全搭起来，陆然拿什么带货？周宁，你是年纪大了还是脑子旧了？现在市场认的是谁？你看不懂吗？市场和流量认的是一时，客户认的是谁能兜底。那你们就继续抱着兜底这2个字过一辈子吧。现在这个时代，没人会记住谁在后台补锅，大家只看谁站在灯下。会议室里安静的压人，很多人低着头不敢看我，也有人看着我，眼里全是等着我发火的试探。顾总，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我坐在位子上，没有起身，也没有反驳，只是把那只小小的平安符收进口袋。现在翻桌，他的是诚然。可你再忍，他们就真把你当死人了。我知道。我抬眼看向投影上那张新架构图，陆然的名字在最中间，而我已经被挪到了最边角的位置。以前我总觉得陆然只是飘，可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不是飘，他是想踩着我，证明自己早就能取而代之。再等等。周宁攥紧了拳头，苏眠闭了闭眼，没再说话，而苏曼脸上的笑明显更得意了。618前沿问题炸了，核心货盘缺货，临时加单对不上系统，2个爆款 SKU 在仓库里直接断仓，只要今晚补不上，明天诚然整场直播就会被拖进深坑。顾总，南仓的货卡在路上了，最快明早9点才能到。后台已经有人在问预售款为什么还没补库存了？再拖半小时，系统就得自动降权。把 B 货盘全调出来，先顶最前面的2个 SKI。仓储一组跟我去南仓拆单，客服现在改口定，现货改限量补发。我去压平台风控，我去联系备用车队。他们都说我只是后台，可诚然这家公司真到了要死的时候，猛扑进来挡刀的，从来不是站在镜头前那张脸。顾总，喝水。顾总，你到底图什么？他们都把你踩成这样了，你还替诚然兜最后这口锅？我不是替陆然，我是替诚然。苏眠走过来，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，苏曼靠在他肩边，笑得灿烂。配文只有一句：今天的神不需要后台。东西，你在仓库替他补命，他在那边踩着你装神。顾总，这已经不是飘了，这是在试你的底线。人最可笑的时候，不是他一脚踩在你脸上，是你还记着旧情，替他收完最后一个烂摊子，他转头却嫌你挡了他的光。618当天，整个城门像一台拉满的机器，
所有部门都在转，场控组、客服组、内容组、仓储组全在等一声令下开闸。我站在总控准备区，像过去3年每一场大促前一样，最后一次确认库存、脚本、补货、赔付和备用盘。没人知道昨晚那场火是我怎么一口气压下去的，也没人关心。顾总，现在还有机会，你一句话，这场就能停。对，今天要是停了，最多是诚然丢一场大促。可你要是再退，后面他们真会骑到你头上。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抬眼看向玻璃另一边，陆然正在化妆，苏曼围着他转，身边一群人捧着，像在供一个快登神的人。停了，诚然就塌了。可你已经快被他们拆干净了。我知道，所以今天之后，我不再斗了。苏眠和周宁同时安静下来，他们都听懂了，这不是赌气，是我终于准备放手。不是我离不开陆然，是我一直舍不得诚然。可舍不得，不代表我会陪他们一起死。直播开始前最后10分钟，陆然状态极好，苏曼把一份文件塞进他手里。等破纪录，你就开口。我会带头鼓掌。放心，今天以后，诚然只有然，没有诚。陆然举起香槟，隔着玻璃朝我做了个碰杯的动作。我没举杯，只是把耳机重新戴上，像是在等一场注定会唱砸的戏。笃定我不会犯，笃定我还会像以前一样，为了诚然，把一切都咽下去。可惜这一次他们都想错了。直播爆了，陆然今天状态确实好，再加上昨晚那场货盘危机被我压了回去，数据一路冲顶，弹幕满屏都是。然哥封神，然哥封神！今天全靠陆然带飞，陆然牛逼，诚然牛逼，诚然就是陆然。陆然，今天这场这么炸，你觉得最大的功臣是谁？当然是团队。他故意停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补刀。不过真要说最关键的，还是主播本人。再好的盘也得有人能卖出去。所以说，一个盘最值钱的还是核心脸。他们现在连眼都不压。以前我还会想，他是不是只是年轻，红得快，飘了。可到今天我才彻底承认，他不是飘，他是早就把我做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垫脚石。今天除了破纪录，我还想宣布一件事。苏眠往前一步，被我抬手拦住。让他说。陆然站在灯下，看着我，眼底全是你今天必须低头的笃定。他拿着麦，笑着开口：诚然能走到今天，我首先要感谢一个人。陆然站在灯下，笑得从容。麦克风里的回音把他的声音放得很响。诚然能走到今天，我首先要感谢顾哥前几年给我机会。但直播是年轻人的行业，旧时代的人早该退场了。话音落下，苏曼把那份协议递上来，周胜带头鼓掌。从今天起，公司由我全权主理。顾城退出管理层，退出董事会，退股。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品牌方的各位代表，以及我们品牌的室友顾城先生。好，股我退，公司我离。从今天起，诚然的诚我不要了。顾哥，你早这么想，不就都体面了？盘子、货、人脉、信用，你不是一直觉得那都是你自己的本事吗？那从今天起，你自己扛。顾总，真就这么走？不然呢？你走了，诚然真会摔死。那就让他摔。电梯门缓缓合上，与此同时，后台系统突然弹出一条警示：核心后盘授权人顾城已退出主控系统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几个品牌方电话打爆后台。怎么回事？后台权限怎么突然断了？先接电话，先稳住客户。可他们都不知道，从我走进电梯的这一刻起，真正撑着诚然往前跑的那只手已经彻底抽走了。人最蠢的不是穷，是把别人借给你的光当成自己的太阳。陆然，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能扛吗？那就从今晚开始自己扛。顾城走进电梯后，后台系统的警报并没有停，几个核心品牌的电话几乎同时打进来。原本还在鼓掌庆功的后台瞬间乱成一团。陆总，我们合作是基于诚然的履约能力，不是基于你的直播情绪。顾诚人呢？我只跟他说。快打顾总电话。陆然脸上的笑已经挂不住了，可他还是硬着头皮往前站，像是在证明自己真能独立扛起来。大家别慌，技术切换而已。
顾城只是退出管理，不影响诚然正常运转。不影响。我们的账期、返利、售后补偿都是顾城亲自确认过的。现在他退出了，谁都一句谁都打在现场每个人心口，因为所有真正做过项目的人都知道，直播间数据再漂亮，也得有人在后面兜着，盘子才不会大。各位，诚然现在是陆阳全权主理，以后你们直接跟我们内容团队对接就好。内容团队？你们内容团队会赔付吗？会压工厂账期吗？会半夜替我们重做货盘吗？先把人稳住，今晚流量在这儿，谁都不能把场子搅黄。好，你们要交代，我给。从今晚起，所有品牌对接我来亲自签。那就请你先给我们补一份新的主体担保函，还有后续账期和赔付责任也得重新约定。陆总，不好了，因为顾总退出了主控授权，银行那边自动冻结了一部分临时周转授信。这一下，全场彻底静了。陆然脸上的神情，终于第一次出现了裂缝。我离开的时候，没有带走一件货。也没有删掉一份表格，我只是把原本属于我的签字、我的担保、我的人脉和我的信用一并抽走了。台子还在，可撑台子的梁已经不在了。不就是退出个系统吗？顾城还能真把诚然掏空了不成？你先别急，品牌那边只是被突然变动吓到了，等明天我们把声明和新流程补上，他们就会回来。我提醒你们一句，流量和资本只能帮你们把场子撑住。真正让客户放心的那部分，现在已经空了。周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从今晚开始，你最好尽快证明，没有顾城，你也能让这家公司正常转。明天一早先去见工厂和供应商，只要货盘不断，诚然就能活。第二天一早，陆然直接带着苏曼去了最核心的合作工厂。这是诚然3年来最稳定的一家供应商，以前不管多赶多急的单子，只要顾城一个电话，对方总能挤出货来。张总，诚然那边流程调整了一下，以后你直接跟我对接。哦，顾总呢？他退了。退了？那之前压着的账期谁担？当然是公司担。公司？顾总在的时候，我信的是顾总。你们公司账上那点现金流，扛得住几批货、几轮赔付，我比你清楚。张总，现在陆然已经全权主理诚然，你看在长期合作的份上，先把这批货走了，后面合同我们慢慢补。合同可以补，账不能拖。以前顾城在，我可以给3个月账期，现在换成你们现款。张总，咱们合作这么久，你总不能一刀切吧？我这已经不是一刀切了。我要真一刀切，就不是让你现款，是直接停合作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以前见我比见谁都热情，现在翻脸就不认人。你冷静点儿，他说的也不全是错。我的意思是，以前诚然确实是顾城在后面顶着，现在他一退，大家第一反应都会先看风险。那就给钱，不就是现款吗？我自己垫。你拿什么垫？我有房，有车，有账号。我还怕他们。陆然打开手机银行，盯着余额和授信额度看了很久，最后他抬头看向苏曼，去银行，先把我那套房做2押。你疯了？诚然是我亲手做起来的，我就不信，没了一个顾城，我连货都拿不到。车窗外阳光刺眼，陆然死死盯着前方，握着方向盘的手被青筋暴起。而苏曼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清晰的念头：如果这把再赌输，陆然就不是带货一个，而是彻底没路了。为了证明自己，陆然决定开一场独立首播，不用诚然的公司号，不用顾城的货盘，就用自己工作室的新账号，做一场真正属于陆然个人能力的直播。顾城退出后，陆然最想做的不是补库，而是证明自己。他太想证明，没有诚然，没有我，没有那套盘，他一样能卖爆。兄弟们，今天没有诚然，没有所谓的后台，就我陆然带你们一场真正的福利局。然哥终于单飞了，离了那帮吃分红的。今晚给他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一哥。我就说了，只要流量在你身上，盘就不会死。顾城那套老逻辑本来就挡我路。兄弟们，今晚所有护肤套组买1送1，家电直接打骨折，库存没有了我也给你们补出来。然哥，这几个品的库存不够，补货也没确认。先卖，先把 GMV 顶上去再说。这一句出口，直播间再次被推单，所有人都在兴奋。只有最底层的客服和仓配已经开始发慌。直播刚关，后台系统就开始报错。
退换单缺货提醒，不止一场，超卖预警，一口气跳满了整个后台。苏总，不好了，有个美妆套组，我们根本没那么多库存。家电那边也不对，这个型号供应商只给了样机，根本还没当配货，买1送1的价格算法错了，这一单我们基本是倒贴。后台一下进的可怕，几秒钟前的兴奋，瞬间被现实抽回原形。什么意思？先补单，先去找货。还有投诉，已经爆了，有人说试用装和正装不符，质疑我们拿样品当现货。凌晨2点，热搜悄悄冒出一个字条，屏幕的红光映在陆然脸上。那张刚刚还在镜头前无比耀眼的脸，此刻终于第一次显出了狼狈。一定是顾城搞的鬼。手部翻车后，陆然第一反应不是认错，也不是补救，而是怀疑是不是顾城在背后使绊子。于是他带着礼去找第一个老客户王总。王总，昨晚那场直播是意外，有人在背后做局，我怀疑顾城。陆然，你到今天还没想明白，什么意思？我以前给你面子。不是因为你多会说，是因为你站在顾城后面，出事有人兜。那我现在也能兜。你连首播超卖都压不住，还谈兜？昨晚那点风吹草动，我这边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以前诚然稳定，是因为顾城知道什么能卖，什么不能碰。你现在把尾货和样品往外冲，还觉得自己是本事？你离开诚然不是单飞，是离了台子第一次真卖货。以前见你是因为我见得起顾城，现在见你是想告诉你一句。你真不值这个价。这一句把陆然整个人定在原地。另一边，我的新办公室远没有成人那么大，一张桌子，几台电脑，几个跟了我多年的老班底，安安静静的重新起盘。没有热搜，没有礼炮，没有直播间里那些虚假的高潮，可我反而第一次觉得空气是清的。顾总，徐总到了。顾总，终于舍得自己开门做生意了。坐。以前我看诚然合作，现在我跟你人走。说完，我把合同放到桌上，签下合同。紧接着，周宁又推门进来。顾总，王总那边也打电话来了，他说不见陆然了，以后只跟您谈。我没什么表情，苏眠却终于露出了这几天第一个真正舒展的笑。而另一边，陆然刚从王总办公室出来，脸色惨白。他终于开始明白，顾城不是在封杀我，是别人根本不信我。首播翻车，平台警告，客户翻脸，一连串压力压下来，陆然工作室很快就炸了。最先炸的不是直播间，是钱。陆总，退货和赔付已经压了100多万，平台那边要求先行补偿，品牌也在催尾款。工资呢？这个月还能不能发？苏总，你之前说首播一爆，我们奖金翻倍。大家先冷静，这波只是临时问题，等下一场翻回来就行。下一场？我们现在连上一场的坑都填不平，还谈下一场？还有2笔贷款，再过5天，第一笔利息就要扣，品牌尾款和赔贷款压着不动，连房贷都续不上。一个盘子最贵的从不是台前的人，是愿意为你兜底的人。云蒙散会后，陆然一个人坐在车里，半天没动。他盯着前方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手机屏幕上是银行发来的催款提醒。就在这时，副驾驶的门忽然被拉开，高志远坐了进来。听说你最近不太顺，有事直说。我给你一个翻身的机会。顾城做盘这么多年，不可能什么都没留下。他的报价逻辑、老客户习惯、供应商底线、货盘模型，你总知道一点吧？跟我合作。空气一下冷下来，这不是合作，这是让陆然去偷顾城剩下的骨头。高志远推门下车前，最后丢下一句：你不是一直想证明自己吗？这是最快的路。副驾驶座上，反光里映出陆然的脸，那张脸上再没有一颗的意气风发，只剩下被逼到绝路后的狠。而他面前那条最快的路，分明正通向更深的坑。包厢里灯光压得很低，高志远坐在主位，指尖夹着雪茄，笑得像只老狐狸。陆然坐在对面，脸色很沉，手边那杯酒从端上来到现在，一口没动。想清楚了，这条路不好走，但走通了，你就不是翻身，是踩着顾城再上一层。我说过，我不是怕顾城，我只是差一点机会。机会？这是今年本地最大的平台招商，谁拿下这块盘，谁就能吃下一整年的行业流量和品牌资源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
顾城做盘这么多年，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留。他怎么给客户报价，底价卡在哪儿，什么节点让利，什么条件死都不松，你总知道点。陆然没有立刻接话，他盯着那份资料，眼神阴沉的发急。这不是普通合作，这是要他把顾城剩下那点骨头也敲碎。你别把自己想得太高尚，他都不要你了，你还替他守什么规矩？是我不要他，那更好。既然你早就看不上他，那就证明给全行业看看，离了顾城，你照样能赢。这句话戳进了陆然最在意的地方。他可以穷，可以赔，甚至可以翻车，但他最受不了的是所有人都在说你不行。如果我把你要的东西给你，你能给我什么？现金、团队、平台，还有下一轮的主位。我不像顾城，我不会把你关在后台，我会让你站在最亮的地方。人一旦输急了，最容易做的不是回头，是再赌一把。陆然现在就是这样，他不是不知道这一步增，他只是更怕承认自己真的离了我就不行。新办公室不大，灯却亮得很晚。苏眠刚把一批新客户资料整理好，电脑上忽然弹出一条异常提醒：顾总，有人在反复调取你以前留在诚然的报价模板和客户偏好分析。我走过去，低头看了一眼后台记录，访问痕迹做的不算粗糙，但太急了，急到像是生怕错过什么救命稻草。是陆然？8成是，他自己没这个脑子，多半是有人在后面教他挖。我没有立刻说话，只是看着那几条被调走的旧逻辑，眼神一点点淡下去。顾总，要不要现在就封，或者直接报警把他摁死？不用。你打算放着不管？不是不管，是让他拿。他现在最想证明的不是自己能赚多少钱，是他离了我也能赢我一次，那就给他一个机会。顾总，你这是要放长线？他既然想咬回来，我就给他一块肉，至于咬到最后是肉还是刀，让他自己尝。苏眠看着我，几秒后忽然笑了，那不是轻松的笑，是终于明白这件事该怎么收网的笑。明白了，那我现在就开始准备饵。陆然，这一次你卖的不是货，是兄弟。我做了3套版本，一套是真报价，准备给主办方；一套是可追踪的假底价，留在旧模板里；还有一套是专门给钓鱼客户走风声的高危方案。高志远那边要是真敢照着偷，就会咬上来。那证据链也能完整闭环。我点了点头。很多人以为做生意拼的是关系和酒桌，其实到了这个层面，拼的是谁更稳，谁更能忍。把旧模板再润一层，要让他们看上去觉得自己挖到的是我最核心的底牌。那主办方那边的真实提交时间？提前，先把真方案锁进去，等他们咬住假的，再把门关上。以前陆然跟着我总嫌我慢，嫌我想的太多，可他从来不知道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谁最快，谁冲的猛，是你有没有本事在别人看见机会之前就把局摆好了。陆然把一只 U 盘丢在桌上，助理立刻接过插进电脑，屏幕上跳出几份完整的报价分析项目表。我就知道你手里还有东西，这是顾晨一直藏着不肯给外人看的核心逻辑。以前那些客户为什么信他？报价为什么总能卡得刚刚好？全在这里。有了这个，云川那块盘我们就能压他一头。不止压一头。这次要是做得漂亮，顾城以后在本地招标圈里脸都抬不起来。陆然嘴角露出一点笑，他第一次觉得事情开始往自己这边转了。不过丑话说前面，这把要是输了，锅得你背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顾城和我交手不是1、2次了。我敢吃这块肉，是因为你说这东西真。如果最后发现是假的，那我第一个先把你撕了。放心，这次我一定赢他。电脑屏幕上那份精准到可怕的底价被一层层放大，高志远盯着数字笑得阴冷，而陆然也看着那串价格第一次重新涨幅的那种我能赢顾城的错觉。会场很大，今天来的不只是本地招标圈的人，还有不少品牌方、平台方和老客户，谁都知道这一场谁赢，谁就能踩住接下来1整年的风口。顾总，今天看你了。苏总监，方案我昨晚已经看过预案，稳。另一边，陆然和高志远几乎是同时入场，陆然穿得格外锋利，脸上是刻意压出来的冷静，可他眼底那种今天一定要翻身的急，藏都藏不住。第一轮是基础资质审核，第2轮核心方案报价，第3轮综合交付能力展示。顾城，今天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赢你一次。报价开始，
苏眠站上台，只把价格交付，赔付资源整合一项一项掰开。评审组频频点头。轮到高志远，他一上来就抛出低价，不是正常的市场压价，而是刚好卡在一个极其敏感的位置，敏感到让评审组几个人同时抬了头。高总，你这个价格很精准啊。做生意嘛，当然得掐在最合适的点上。陆然嘴角已经有点压不住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这一刀砍中，顾城今天就得输在这儿。高总，麻烦再确认一下你们递交的面细表。有问题？问题很大。高总，你们这份报价和我们1周前收到的一份内部测试方案几乎一模。陆然脸上的笑在这一刻狠狠僵住了。不可能！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搞错？顺序、逻辑、条文、条款全部高度一致，这不是巧合，是贪念上钩，自投罗网。是他，这套东西是陆然给我的。正好，既然高总认了，那证据我们也一并放了吧。从访问模板、钓鱼接触到文件接收，全程闭环。会场里，所有人都明白了，不是顾城被偷，是顾城故意为的。你不是说这是真的？我怎么知道顾城会设局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还敢拿来给我？我以前不跟你做，不是因为我怕顾城，是因为你这种人，连兄弟都能背刺。做生意最怕的不是对手狠，是队伍里有白眼狼。陆然张了张嘴，一句话都接不上，因为直到这一刻，他才明白，自己最先失去的不是生意，是信用。会场外，媒体已经把偷拍视频和大屏内容传了出去。前东家被刺未遂，泄密失败，假报价翻车几个字条，眼看就要炸。陆总，我先离职了，不好意思，这活我干不了了，你这边的锅我背不起。他终于意识到，这次不是翻车，是彻底塌了。夜里，公司楼下的风很冷，我刚从会议室出来，就看见陆然跪在门口，西装皱了，血脏了，脸色灰白的像刚从废墟里爬出来。和几个月前那个站在聚光灯下逼我退股的陆然，像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保安想来，我抬手示意让开。顾哥，他一开口，嗓子都是哑的，大概是真的走到绝路了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再拉兄弟一把。现在知道叫顾哥了。你直播逼宫的时候不是挺能的吗？陆然像是没听见，只盯着我，那眼神里有狼狈。公司没了，钱也没了，苏曼走了，高志远也把我扔了，我妈住院的钱我都凑不出来了。顾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陆然，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？我不该飘，不该觉得自己能离开你单干。苏眠站在旁边也没出声，有些话得我亲自说。你错的不是飘，是把别人借给你的脸当成了你自己的本事。我给你工作、客户、货盘和团队，全是因为兄弟，可你最后拿兄弟换了80%利润。陆然的头一点点低了下去，他嘴唇在抖，可一句辩解都说不出来。你卖出去的从来不是你的能力，是我借给你的信誉。这句话一出，陆然瞬间浑身脱力，跪倒在地，肩膀颓然垮下，最后一点自我慰藉的幻想也彻底破碎殆尽。顾哥，我能帮兄弟，但我不养白眼狼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周宁吐出一口浊气，跟了上来。苏眠经过陆然身边时，也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。你最值钱的时候，是顾城还愿意把你推到台前的时候。陆然跪在原地，半天没动，夜风吹着他。可这一次，再没有人替他兜底了。顾城离开后，陆然在楼下跪了很久，可再久也没换来一句再帮你一次。夜里，他赶到医院时，母亲的急诊单已经被催了3遍，缴费窗口的灯白得刺眼，照得他整张脸发青。陆先生，您母亲的住院押金还差2万7，如果今晚交不上，后续检查和用药都要暂停。陆然把兜里所有卡翻出来，一张张插进去，余额不足还是余额不足。排队的人开始往他这边看，有病人家属不耐烦地催，有人已经认出了他。
这不是前阵子那个带货翻车的主播吗？听说他坑了好多粉丝，怎么混成这样了？陆然低着头，耳朵里像灌了热油。过去他最享受被人认出来的感觉，可现在这种目光只让他想钻进地缝里。陆先生，要不您先去想想办法。陆然喉咙发紧，刚想开口，手机却先响了。陆先生，您房子2家催收函已经下来了，还不上，下周就进入房产处置程序。一句话把他最后一点体面打碎。病房里是母亲的命，电话这头是自己的房子，他站在两头中间，却哪一头都扛不起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的新公司程序正式挂牌。办公室不大，人也不多，可第一批坐在会议桌前的人，分量却比成然后期那堆花架子重得多。顾总，我就一句话，以前跟陈然合作看的是你，现在你出来了，合同直接跟你签。我这边也是，连名盘、品牌线、独家售后全走你这边。周宁坐在旁边，眼神都亮了。苏眠把整理好的流程表依次分发下去，声音稳得没有一丝多余起伏。这次我们不再做单一主播模式，所有资源回归公司，所有客户回归系统，所有合同由项目组共同负责。好，我就认这一点，事不绑在人身上，盘子才稳。我点头，没有多说。对了，陆然昨晚给我打了电话，想接我关系周转，我没接。现在知道求人了？不谈他，以后公司的每一笔合作都只看盘不看脸。这句话一落，苏宁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他知道这不是说给别人听的，也是我给自己立的新规矩。会议结束，桌上第一批合同并排铺开，而另一边，陆然坐在医院走廊里，盯着余额不足的手机屏幕，连一个能打出去的电话都快找不到了。房子的处置流程比陆然想的更快，银行没有情绪，只讲数字，逾期、违约、2D、资产冻结，一条条摆出来，像刀子一样整齐。陆先生，我们已经给过缓冲期了，您现在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立刻补足资金，要么签处置同意书。这套房子是他红了以后买的第一个大件，当时朋友圈晒出来，下面全是吹捧，如今吹捧声像巴掌一样反扇回来。如果我卖房，多久能拿到钱？急卖的话，价要往下砍。你这房原本值300多，现在260都未必有人接。过去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卖房填坑的人，可现在他自己也走到了这一步。人真正的垮掉，是变卖所有炫耀换生存，脸面、信用、未来尽数成空。房子挂牌后，陆然只能搬进一间短租公寓，20来平，墙皮发黄，卫生间漏水，楼下还有夜宵摊，凌晨2点不售。先说好，房租月付，不接受拖欠。这句话他以前从来没听过，因为以前别人对他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的，那时候他以为是自己红，现在才知道那是因为顾城在。另一边，程序的新样品间已经搭起来了，没有浮夸不紧，也没有那种为了镜头故意堆出来的豪华感，每一件货都标着清晰的参数、成本、利润和售后预案。顾总，这一批新品牌式样都到了，我把客诉模型也重新梳了一遍，如果走自营，退货率和赔付要先算进成本。这一次不拼谁喊得响，拼谁把货做明白。以前诚然的人总说直播间有脸就行，现在他们该知道了，脸一走下台，货还是货，坑还是坑。我没接这句话，只是把样品重新放回桌上。夜里，陆然蜷在出租屋的旧床垫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而同一时间，我站在样品间里，看着一排排被重新编号的货，一边是越活越窄的退路，一边是终于不再依赖任何一张脸的新。这场闭门会来的都是平台招商方和几家头部品牌，名义上是年度资源交流，实际上谁能被重新放进核心合作名单，今天就能定下来。顾总，位置给你留着呢。苏总监，听说你们新的自营盘已经跑起来了，还在磨，但比以前干净。干净2个字说得很轻，可屋里谁都懂是什么意思。陆然也来了。我来是想重新谈一下合作资格。合作？你先把上一轮的赔付和客纠处理干净再说。还有那次招标会的事儿，你让我们这些人如今都跟着难堪，还要被问怎么会和偷方案的人同坐一桌？每一句都不中，可每一句都像针，往陆然身上扎。行业比感情更狠，感情里还有念旧这一说，行业没有。你一旦被认定不稳、不值、不可信，别人连看你第2眼都嫌浪费时间。陆然现在就是被整个圈子亲手划出去了。顾哥，你就这么想看我死？不是我想看，是你自己走到这一步的。如果不是你设局，我不会变成今天这样。到了现在，你居然还在找魏野。你第一天逼我退股的时候，我有没有留你？你首播翻车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找人封你？你去偷方案的时候，是我把 U 盘塞你手里的吗？一连3句问得陆然哑了，
他脸上的怨和恨终于开始裂开，露出里面最真实的东西——后悔。你不是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了自己那点配不上野心的本事。陆然站在原地半天没动。陆然终于明白，真正把他踢出局的，从来不只是顾城，是整个行业都不想再信他了。程序的第一场正式品牌发布会，比想象中更顺。台上是产品逻辑、供应链标准、赔付机制和品牌责任，台下坐着的是客户、媒体和真正看盘的人。苏眠站在台上，语速不快，逻辑却极稳。王总和徐总坐在第一排，神情都是放松的。顾总，请问你从诚然离开到重新起盘，最大变化是什么？镜头打到我脸上，台下也安静下来。以前我总觉得盘子能转起来就够了，后来才明白，盘子转得再快，如果所有信用都绑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他早晚会塌。所以程序以后只做一件事儿，让任何一个人走了，公司都还能稳着往前走。台下掌声响起，这不是表面话，是我用整个诚然的崩塌换来的教训。很多人总喜欢问我后不后悔把陆然捧起来，其实后悔没用，人要是没摔过，有些路里是走不明白的。诚然摔了，我明白了怎么重做；陆然摔了，他也该明白，他以前站得有多高，根本不是因为自己。抱歉，我们更看重职业稳定性。你这个履历争议太大，不合适。带货一哥，那你怎么不继续干？他手里那份简历像笑话。他走出招聘会场时，正好看见对面大屏在循环播放程序发布会的画面。画面里，我和苏眠站在台上，灯光干净，掌声很稳，一切都在往上走。而他自己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。陆然站在马路这头，盯着大屏看了很久很久。那一刻，他终于彻底明白，原来自己这些年最值钱的，从来不是那张嘴，而是顾城还愿意把他放在台前。我从会场里走出来，看见了陆然，四目相对，只一瞬，我收回视线，继续往前走。人最蠢的不是穷，是把别人借给你的光当成自己的太阳。